伺候婆婆10年，我成为了弟媳王丽云所称的最有福的大嫂。她泪流满面，声称为我辛苦而心痛，想把婆婆接回她家去享受安逸生活。我一时间轻信了她的谎言，以为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岂料婆婆搬过去没多久，弟媳便哭着找到我，告知婆婆摔断了腿，药费需要我们全额承担。她还暗示我们没有好好照顾婆婆，才导致她身体如此差。望着她那一副伪装的表情，我心中涌起一阵寒意。这福气原来是蕴含了狠毒的成分，可她没有意识到，我这10年的福气不是白白过来的，有些账是时候该算了。婆婆在我家生活了整整10年，10年可以让一个孩子从出生长成少年的模样，而我似乎依然停滞不前，天天围着婆婆转。公公早早去世，留下婆婆一个人。老公宋伟龙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庭琐事，尤其是照顾婆婆的责任，自然落在了我这个长媳肩头。1日3餐，为了婆婆的牙口不好，我必须制作软烂的食物。她有慢性病，饮食得注意低盐少油，我得及时提醒她按时吃药。晚上她起夜频繁，我得竖起耳朵听动静，生怕她摔倒。最初的几年，我还试图兼顾工作，结果两头跑，两边都顾不好，身心俱疲。后来干脆辞职，成为全职主妇，生活彻底被婆婆填满。有时深夜醒来，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阵迷茫。镜中的女人是谁？眼角已有细纹，神情也显得疲惫不堪，脸上是长期熬夜和担忧留下的暗淡。偶尔向宋伟龙诉苦，他也只是叹息，拍拍我的肩膀说：“妈也不容易，你多体谅些。”是啊，妈确实不容易，难道我就容易吗？我心中积蓄着一股无处发泄的气，感觉自己活成了一块看护婆婆的石头，坚硬无声，日复一日的矗立于此。10年了，抗战都胜利了，我的福气到底何时才有尽头？婆婆对我不算差，但也谈不上亲近。显然，她心里对小儿子宋文斌一家更为喜爱。宋文斌是她的老来子，受到过更多宠爱，尤其是弟媳王丽云，嘴巴特别甜，每次来都会把婆婆哄得哈哈大笑。婆婆那些舍不得在我们家穿的新衣服，以及藏在心底的好东西，常常在王丽云来探望后，就借货送到她家去。弟媳王丽云比我小了几岁，在一家小公司当文员，传闻她特别懂得处事。她确实懂得处事，至少在婆婆面前是如此。她时常带着她那可爱的儿子，手提一些水果和点心，前来看望婆婆。人还没有踏入门口，声音却已经传了过来：“妈，我们特意来看您了。哎呦，今天的气色真不错。”她一头扎进婆婆身边，挽住婆婆的胳膊，亲昵的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嫂子真是有福啊，婆婆身体这么有劲，还那么精神，一看就知道是你照顾的好。我们想请妈过去住几天，可斌子忙得不可开交，我又笨手笨脚的，真担心照顾不好妈，让妈受委屈。她说话的时候，眼角瞥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还有一次，她看到我给婆婆喂药，又开始了：“嫂子，你真是太贤惠了，把婆婆照顾得如此周到，我们这些晚辈都自愧不如。不像我，做事情总是粗心。”她嘴上说着自愧不如，脸上却毫无愧疚之情，反倒像是在炫耀她的轻松。听着弟媳那句句提起我的福气，我几乎怀疑是否置身于福尔马林中，不然怎么会在10年里保持如此保鲜的孝心呢？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刺到了。
不痛快，却又不能发作。毕竟是家里人，撕破脸总是不好看的，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随口应道：“应该的。”心底却在疯狂吐槽：“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来试试10年如一日照顾他看看。”王丽云似乎特别钟情于强调我的福气，每次家族聚餐，她总喜欢在亲戚面前夸赞我，称赞我如何孝顺，如何辛苦，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说她自己有多想尽孝，但总是条件不允许之类的。那语气中的惋惜，似乎她才是那个最想承担责任却无法做到的人。我看着他那张口才出众的脸，眼神闪转间透出一丝算计，心中不禁一阵恶心。转折点则是在一个周末的家族聚餐之后。那一天大家吃得很高兴，婆婆也喝了一点小酒，脸上红团团的。散场时，王丽云特意拉着小叔子宋文斌留下来，她走到我和宋伟龙面前，脸上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认真和真诚。大哥，嫂子，他的眼珠微微泛红，声音中带着几分哽咽。这些年，嫂子真是辛苦你了。我和斌子一直都看在眼里，心中难受。真的，嫂子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他顿了顿，吸了吸鼻子，继续说道：我和斌子商量了许久，觉得不能再让嫂子一个人辛苦下去了。我们想接妈去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我愣住了，宋伟龙也显得有些震惊。王丽云见我们没有说话，连忙补充：我知道我们家条件不如大哥这边宽裕，地方也小一些，但我保证会尽心尽力照顾妈。斌子也说过，他会多花时间陪伴妈，主要是想让嫂子您也能稍微休息一下。真的，你累得太久了。他提议，也让我们尽一下孝心，让妈妈换个环境，去体验我们那边的生活，算是享享福气。他详细描绘了他家楼下的小公园，空气清新，正适合散步。他说，虽然自己的厨艺比不上我，但绝对会让婆婆吃得开心。那份争着孝顺的态度，真挚动人，像是发自于内心。婆婆在一旁听着，之前因喝了酒而有些迷蒙的目光，逐渐变得明亮，面上浮现出明显的向往和感动。她一会儿看王丽云，一会儿看我，显然被这番话深深打动。小叔子宋文斌也适时的附和：是啊，哥，嫂子，让妈去我们那住一段时间吧，我们也想为母亲做点事情。弟媳的演技简直可以去考北影或中戏，若不拿个奥斯卡，也真不算个全才。尤其是她那声情并茂的为了嫂子好。晚上回到家，我和宋伟龙躺在床上，浑身寂静。老实说，当王丽云提出这个想法时，我内心深处有一丝松动。10年来，我真的疲惫不堪，如果能暂时卸下这个担子，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解放。但理智又告诉我，王丽云这个人平时连给婆婆买点水果都要盘算好久，突然间如此孝顺，背后是否有何阴谋？我把自己的疑虑向宋伟龙说了出来，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宋伟龙翻了个身，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你想多了吧。斌子和王丽云这次难得有这样的心思，是好事啊。再说了，妈自己也想去，我们总不能拦着吧。他侧过脸看着我，絮道：你确实累了10年，应该好好歇歇，毕竟都是一家人，妈住哪里都一样，有人分担总是好的。宋伟龙这个人性格有些温和，或者说在处理家庭冲突时总是喜欢和稀泥，不愿意想别人太坏。他可能真的觉得弟弟和弟媳良心发现，真心关心我这些年的付出。我望着老公略显疲惫但似乎松了口气的脸，
想到婆婆那副明显动心的样子，心底的疑虑被对自由的渴望压了下去。或许真的是我多心了，或许王丽云这次是真正的善意。我安慰自己，也许她只是以前没条件，现在想来弥补呢。最终，我们答应了王丽云的提议。那一刻，我承认自己有点小人之心，但更多的是对解放的渴望。毕竟，谁不想当个甩手掌柜，哪怕只是暂时的。不久后，王丽云和小叔子宋文斌就兴高采烈的来接婆婆。他们开着刚贷款买的新车，后备箱满是为婆婆准备的新被褥和营养品，整个场面热闹的像是在迎接一位贵宾。王丽云一边忙碌着，一边指挥宋文斌搬运物品，口中不停的与婆婆交流着：“妈，您觉得这被子怎么样？我特意为您挑选的阳光棉。妈，您可以放心，到了我们那儿，想吃什么尽管告诉我，保证满足您。”婆婆显然很高兴，脸上挂着笑容，但也透着些许不舍。她握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客气的说道：“兰兰，这些年辛苦你了。”我只是淡淡一笑，还未来得及回应，王丽云便抢先说道：“妈，您就别说这些客气话了，以后的日子就由我来照顾您，让您过得舒坦一些。嫂子也应该好好放松放松。”王丽云一边说着，悄悄地将婆婆一些看起来较有价值的首饰和几件八成新的衣物细致地打包起来，而那些婆婆日常用的旧水杯和旧毛巾却被她视而不见，随意塞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的细节像是无形的刺，轻轻扎了我一下。汽车缓缓驶离，婆婆从车窗探出头来，面带笑意地向我们挥手告别。看着婆婆开开心心地上了弟媳的车，我的心情却像是结束了漫长监禁的人，感到无比轻松。家中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宁静的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10年来的压抑与疲惫仿佛在此刻被彻底抽离，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感。然而，不知为何，心底深处那丝微弱的不安犹如缭绕的烟雾，始终难以消散。这种自由的代价会不会比服刑还要昂贵？婆婆刚搬过去的前几周，一切似乎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王丽云确实表现得十分积极，几乎每天都在家庭群组中分享婆婆的幸福生活，要么是婆婆在小区公园里晒太阳的照片，配的文字是妈今天精力充沛，阳光真好，要么是她制作的爱心晚餐，虽说色香味俱全的差强人意，但配文围绕着妈说我做的红烧肉有她年轻时的味道，特别高兴。看着这些在群组里的消息，心中的不安逐渐淡去。或许真的是我小看了王丽云的真诚，我开始慢慢享受这难得的宁静时光。周末可以任性的睡到自然醒，不再需要忙着为婆婆准备饭菜、喂药。我与朋友们约着去逛街，享受下午茶，甚至重新拾起了旧日爱好，报名参加了瑜伽课程。与老公宋伟龙的关系也有了缓和，两人之间多了很多独处与交流的时光。宋伟龙看着群里的照片，显得很高兴，还对我说道：“你看，我就说王丽云这次真心实意吧，妈在那边生活得很舒适，你也该多感激她，让你能轻松轻松。”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些隐隐的感激，甚至有点默认的意味。在那段时间，我感受到空气中的每一丝甜蜜，就连外卖的味道也似乎比我自己做的菜香气四溢。看来距离果然能够增添美感，特别是与婆婆之间的距离。不过这种宁静没有持续太久，大概过了半个月，
王丽云打来了电话，她的语气已不再是群聊中的轻松愉快，而是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商量口吻。嫂子，你吼着忙吗？没有啊，有什么事？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带妈妈去检查身体，医生说她缺钙，骨密度也偏低，推荐她吃些进口的钙片和补品，对骨骼才好。我发现了一款澳洲的，效果非常不错，但价格有点贵。她顿了一下，意思无需多言。我心里一紧，但考虑到这是为了婆婆的健康，又是她第一次主动提及这样的事，实在不便拒绝。多少钱？发个链接给我看看吧。王丽云立刻报出了一个价格，远超我预想的数额。虽然我内心有些不适，但最终还是把钱转给了她，并叮嘱她说：“给妈妈买好的，别省钱。”哎呀，感谢嫂子，我就知道嫂子最关心妈妈了。她的语气瞬间变得欢快起来。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没过多久，王丽云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提到天气转凉，想给婆婆买几件厚实的羊绒衫。妈妈在我们这儿不能穿得太寒酸，要让邻居们笑话不是，又是一笔开销。接下来又说婆婆最近胃口不佳，想给她买些海参和燕窝，以便改善伙食，增强身体免疫力嘛。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理由也是千奇百怪，从生活日用品到人情往来，例如她儿子的幼儿园费用，也暗示婆婆在这里需要表示一下。每次金额从几百到上千，甚至更多，她总是把这一切说得合情合理，包装的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婆婆的好，是为了我们大房的面子。我渐渐感到不对劲，弟媳求钱的频率似乎比我发工资的时间更确定。我开始怀疑，她带婆婆过去，到底是在尽责任，还是精准扶贫，在扶持自己？心中的疑虑如藤蔓般疯狂生长。我决定抽时间去看看婆婆，提前打电话给王丽云，说我打算周末去看看妈妈。哎呀，嫂子，真是不巧。王丽云的语气显得有些为难。我们周末约了朋友，要带妈妈一起去郊区农家乐玩，一大早就得出门。那下周呢？下周斌子的同学结婚，我们得带妈妈一起去喝喜酒。您看，几次三番，我都被他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不是说妈妈刚入睡，不方便打扰，就是我们正在带妈妈外面逛，信号不好。我试图直接拨打婆婆的电话，偶尔是王丽云接的，语气热情的寒暄几句，然后就说妈妈在午睡，妈妈在看电视，不方便接电话，匆匆挂断。有时候婆婆接了电话，但说话也总是含糊不清，感觉像是旁边有个人在指导一样。有一次，我听到婆婆低声抱怨，这边住的不太习惯，吃的也……话还没说完，王丽云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妈妈，跟谁通电话呢？快来尝尝我刚炖好的汤。”然后电话就被挂掉了。王丽云的反常举动，婆婆欲言又止的态度，以及越来越频繁的要钱要求，都让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深。事情绝对不简单，想见婆婆一面，却像暗中接头一样。弟媳的保密工作真是把她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了。更让我心寒的是，开始有一些不常联系的亲戚间接的给我打电话：“兰兰啊，听说你婆婆去老两家住了。”一个远房表姑问：“是啊。”弟媳想要尽尽孝道：“哎，你也该轻松轻松了。”不过前几天碰到王丽云，她似乎在说照顾老人挺不容易的，觉得你以前可能没太关注给老人补充营养，现在调理起来挺费劲。另一个堂叔也说，你弟媳真是不错，把老太太接过去，
听说她一天到晚围着转，累得够呛。她说还是你福气好，以前老太太身体不错，没那么难伺候。流言像长了翅膀，悄然在亲戚圈中传播。王丽云在我面前一套，对背后却完全是另一番话。她在亲戚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贤惠儿媳，哭诉接手后多么辛苦，婆婆的身体如何需要大力调养。她的话句句都在暗示我之前在家时没有尽心，甚至亏待了婆婆。与之相比，我这个付出了10年心血的长媳，反而成了那个轻松且甩手不管的人。一股说不出的愤怒和委屈涌上心头。10年，整整10年的奉献和牺牲，被他几句话、几滴鳄鱼泪轻易抹去。我气得全身都在发抖。这个世道，果然是做的再多，也不如说的好。嗓门大就是正义。我10年的辛劳，被弟媳几滴鳄鱼泪就冲得一干二净。我强行压下怒火，没有立刻去向亲戚辩解，也没有直接质问王丽云。我清楚，现在发作只会让他更有理由说我容不下他，嫉妒他的孝顺。我必须先弄清楚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晚上，我把王丽云最近频繁向我要钱，以及在外面散播关于我的不实言论的事情，尽数告诉了老公宋伟龙。我希望他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出面制止他那个心腹的弟弟和弟媳。宋伟龙皱着眉头听我讲完，沉默了片刻。会不会是你想多想了？他犹豫地说，王丽云可能只是随口说说，她性格直爽，没有什么坏心思。至于钱，毕竟妈在她那边住，肯定开销很大，我们多出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她在付出时间和精力，理所当然。宋伟龙，他要的那些钱加起来几乎能赶上我以前半年的薪水了，买补品和衣服能花那么多，而且他到处说我以前没照顾好吗？这算是不怀好意吗？我有些愤怒。好了好了，你别激动。宋伟龙试图安抚我，都是一家人，别为了这点事情伤了和气。等我找个机会跟斌子聊聊，让他提醒一下王丽云，说话注意点。又是这种模糊的态度，我看着他，心中一阵失落。指望他公平公正，呵呵，他所谓的公道就是一碗水端平，先把我的碗掀了，再让我和弟媳一起承受风波。我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宋伟龙并不能依靠。他要么还未察觉问题的严重性，要么就是不愿意面对与弟弟一家之间的冲突。我必须为自己谋划，保护自己，同时揭开婆婆的真实状况。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我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似乎正在酝酿中。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距离婆婆搬过去不到1个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通来自王丽云的电话。她的声音中带着哭腔，急促又慌张。嫂子，惨了，妈她摔倒了，摔得特别严重。我的心猛然一沉，根本没时间多想，匆忙抓起包往外冲。宋伟龙接到我的电话后，也立刻从公司赶往医院。我们几乎同时抵达医院的急诊室，远远就看见王丽云和小叔子宋文斌焦急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王丽云眼睛红肿，头发凌乱，看到我们，像找到主心骨一样扑了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嚎啕大哭。嫂子，大哥，你们终于来了。妈，呜，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没照顾好他。我被他哭得心烦意乱，推开他的手，先别哭了。妈，他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还在里面检查，刚刚说是腿摔断了，可能得动手术。呜呜，王丽云一边哭泣，一边断断续续的解释。
我只是去厨房给他炖汤的功夫，他在客厅自己走动，没站稳摔了，都是因为我没看住。他在控诉自己的失职，但话中却不经意的开始引导话题。妈年纪大了，骨头脆，可能之前的营养没跟上，底子就差，稍微一碰就……我看着他那掌控情绪的表演，心中压抑的愤怒顿时爆发开来，暗示我们没有尽力去照顾他。这倒是个精妙的碰瓷技巧，连专业团队也要自愧不如。不久后，医生走了出来，脸色凝重。经过检查，结果显示是股颈骨折，老年人中常见且危急的伤情，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卧床的风险极高。医生还提到，老人似乎出现了营养不良和脱水的症状，血糖也偏低，这可能是他摔倒的原因之一。医生的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激荡起我心中的层层涟漪。营养不良，血糖低，这怎么可能？我在家照顾婆婆10年，如今对她的饮食和日常生活了如指掌。虽然有慢性疾病，但她的营养绝对不成问题，血糖也一直控制得很好。才去王丽云家不到1个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目光转向王丽云，她的眼神显得有些躲闪，避免与我的视线对接。未等我开口质问，王丽云便先发制人，从包内掏出一摞单据，摆在我们面前。大哥、嫂子，你们看看，这是初步检查费用、住院押金，还有医生估算的手术费、后续的康复费用、营养费及雇护工的费用，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单据上的数字确实让人震惊。他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过，然后直入主题。大哥、嫂子，关于这笔费用，你们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斌子工资不高，我那点收入刚够家庭开支，还背着房贷和车贷，这笔钱我们实在无力承担。他深吸一口气，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按理说，妈是在我们这里摔倒的，我们有责任，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况且大哥你们的经济条件相对宽松一些，所以你看，这医药费用能否由你们大房承担大部分，例如70%或者80%？我听了简直气笑了。王丽云，你这番话是什么意图？我冷冷地盯着她。婆婆是在你家摔倒的，你作为她的监护人，理应尽到看护责任，导致她受伤的，怎么能让我们承担大头的费用？我觉得这全部费用应该由你们承担。嫂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王丽云顿时提高了音量，脸上露出受伤的神情。我们也是出于孝心才把妈接过来的，谁能预料会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家条件本就困难，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妈因无钱医治而受苦吗？再说了，妈在我们这里才住了几天，她身体一直不太好，不还是以前？她话未说完，意思却再明显不过。闭嘴！我厉声打断她，别把责任推给我们。婆婆在我家10年，身体状况，亲戚邻居都有目共睹，而你才几天时间，就把人照顾的营养不良、低血糖、摔断了腿。他列的账单比我双11的购物车还要丰富，这是把婆婆当成了摇钱树，摔一跤准备敲骨吸髓啊！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护士推着婆婆从检查室里走了出来。婆婆的脸色苍白如纸，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不停流淌。见到我们，她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王丽云立刻扑到病床前，握住婆婆的手，声泪俱下的叫道：“妈，您真是受了不少苦，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您放心，哥哥和嫂子都会在这里，
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为您找到最好的治疗。我看着王丽云那假惺惺的表现，胃里一阵翻腾。婆婆显然被王丽云刚才的发言激动到了，或者说，在王丽云这不到1个月的洗脑和此刻身体的折磨下，她的判断力已大幅下降。她虚弱地抬起手，抓住了宋伟龙的胳膊，悲声说道：“阿伟，兰兰，妈，我本不该去老两家的，都是我的错，给你们添了麻烦。”她顿了一下，目光投向我和宋伟龙，眼中满是依赖和哀求。医生说需要花费很多钱，你们一定要帮忙救救妈啊！就照王丽云说的去做吧，满足她的要求，别让妈在病床上受苦，老了还躺着。听到婆婆这番话，我的心刹那间沉到了谷底，凉意透心而来，直达全身。10年的心血投入，我掏心掏肺地照顾了她10年，却在她眼中比不上王丽云这短短1个月的虚情假意和离间。在她摔倒后，她完全不去追问原因，不想想自己为什么会摔倒，反而第一时间就希望我们满足王丽云的无理要求。那一刻，我真想质问婆婆，您究竟是被谁下了降头，还是被迫了？我的付出简直成为了白眼狼的宴席，我的努力和委屈在他心中难道真的毫无价值？宋伟龙显然也未曾预料到母亲会这样说，脸色瞬间阴沉，嘴唇微微颤动，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王丽云见婆婆为她说了好话，脸上立刻挂上了得意的神情，她挺直了腰杆盯着我们，口气也变得强硬：“大哥，嫂子，你们听好了，妈都这样说了，要是你们还认妈这个妈，就赶紧把钱准备好，否则以后治疗费和护理费都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到时候要么把妈送回你们家，你们自己想办法，要么妈就只能继续在医院耗着，后果可谁也说不准。”他稍微一顿，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声音压低，带着威胁意味：“当然，如果你们真的不管不顾，那我也没办法，只能去找亲戚朋友们评评理，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不孝子。到那时，你们的脸往哪儿放？”小叔子宋文斌一直站在一旁，低头默默无言。此刻，他抬起头，瞥了一眼母亲，又看了王丽云一眼，最终视线落在我们身上，满脸的怨怼与控诉：“哥，嫂子，妈都这样了，你们怎么还在固执？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妈重要？如此精巧的道德勒索，如此混淆是非。”我和宋伟龙被逼到了绝境，若出钱，等于承认王丽云的无理指控，任由她继续施压勒索，未来不知会生出多少麻烦。把婆婆接回来，除了要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还得面对一个遭受了骨折、更加难以照顾的老人，内心还得忍受这一股委屈与不甘。若不出钱，她肯定会把事情闹大，到时非但白白承受谴责，甚至会被唾沫淹没。王丽云看着我们左右为难的表现，脸上的得意之情愈发明显。她似乎相当笃定，我们最终会为了面子和所谓的孝道而屈从。她并非是真心来尽孝的，而是为了让我们这对夫妻倍感窝心，还企图榨取我的金钱。我目睹眼前这场令人作呕的闹剧，王丽云贪婪而阴险的嘴脸，婆婆在病痛与偏心的遮蔽下显得愚蠢，小叔子不辨真假的责难，以及身旁那个虽然心有不满却仍犹豫不决的老公，一股压抑的愤怒与前所未有的清晰感，如同冰冷的水流一般，瞬间扑灭心中最后一丝抱怨和软弱，再也不能退缩了。退一步，绝不是走向海阔天空，而是万丈深渊。这10年的委屈，绝不能白白忍受。
这个家不能被这对无耻之徒搅得天翻地覆。兔子急了还会反咬人，更何况我这个默默忍耐10年的忍者神龟，该是展示我龟壳反击的时候。想要控制我，先得问问我手里的证据有没有答应的。白炽灯在头顶刺的人发晕，王丽云还在抽抽搭搭抹眼泪，指甲上崭新的美甲闪着冷光。我盯着他无名指上突然出现的钻戒，想起上周他才找我要过2万块给婆婆买营养品，那颗鸽子蛋大小的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尖锐的芒刺，像极了他这些年扎在我心口的针。消毒水的气味混着他身上廉价香水的味道，在狭窄的走廊里令人作呕。先交10万押金。护士把单据拍在走廊长椅上，纸张与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宋伟龙摸向钱包的手顿住了，他喉结滚动2下，脸色比墙上的瓷砖还要惨白。这些年家里的积蓄都被王丽云以各种名义掏空，他卡里的余额恐怕连住院费零头都不够。我瞥见他西装袖口磨的气球，突然想起这还是我们结婚10周年时买的衣服，这些年他为了省钱一直舍不得换。嫂子，你不是刚收了房租？王丽云突然抬头，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匕首。妈现在这样，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他指尖飞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几秒钟后，亲戚群里炸开了锅。7大姑8大姨的语音接连不断，当长嫂的怎么这么狠心，老人在弟妹家出了事就想甩锅的指责声，通过手机听筒刺得我耳膜生疼。远房表舅甚至发来消息，兰兰，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别让你婆婆寒了心。我深吸一口气，当着众人面打开家庭群，最新消息停留在3天前。王丽云发了张婆婆坐在花园晒太阳的照片，配文妈胃口越来越好了。照片里婆婆戴着宽檐遮阳帽，面前摆着水果拼盘，可现在医生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长期营养不良导致骨质疏松。我放大照片，发现婆婆手腕处有一道可疑的红痕，被遮阳衣袖口堪堪遮住。王女士解释一下。我把手机对到她面前，放大照片里的紫藤花架，你家小区根本没有这个景观。王丽云的脸刷得变白，精心化的妆都掩不住眼底的慌乱。她突然尖着嗓子喊道，拍照角度不同而已，再说妈年纪大了，摔一跤很正常。说着就要抢夺手机，她新做的美甲在我手背划出3道血痕。宋文斌突然站出来挡在妻子身前，限量款球鞋在地面蹭出刺耳的声响。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先把妈的手术费凑齐。他身上的潮牌外套还带着商场吊牌，和王丽云的钻戒一样刺眼。这些年他们开着贷款买的豪车，住着精装房，却连母亲的住院费都拿不出来。我注意到他口袋里露出半截彩票，想起上周王丽云要钱时说斌子最近做生意周转困难，有用。我从包里掏出一叠快递单，每张上面都有王丽云龙飞凤舞的签名。这是过去半个月你们用老人医保卡买保健品的记录，白蛋白、虫草含片全转手卖给了药店。快递单如雪片般散落一地，有人弯腰捡起一张，倒抽一口冷气。这些药转手就能赚差价5000。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王丽云的脸色由白转青。王丽云尖叫着扑过来抢单据，我早有防备，后退半步躲开。她踉跄着撞到墙边的灭火器，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走廊格外刺耳。宋伟龙终于反应过来，
抓住弟弟的衣领：“你们怎么能这样？”宋文斌梗着脖子还想辩解，却被王丽云突然爆发的哭闹打断，是他自己非要折腾，老不死的整天挑刺。这话一出，整个走廊陷入死寂。还有更精彩的，我调出手机里的录音，那是昨天偷偷打给婆婆主治医生的通话记录。医生提到老人入院时身上有多处陈旧性淤青，明显是外力造成的。录音里清晰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根据伤痕分布，不排除推搡、拖拽导致的可能。王丽云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屏幕裂成蜘蛛网状。她终于慌了神，开始语无伦次的辩解，那是她自己摔的，老糊涂了，总乱发脾气。话没说完，病房门突然被推开，几个警察走了出来。原来我在来医院的路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看着王丽云被戴上手铐时扭曲的脸，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感。这些年的委屈像潮水般涌上来，我蹲在墙角，终于忍不住哭出声。宋伟龙想过来抱我，却被我躲开了。有些伤口不是一个拥抱就能愈合的。我听见他在身后哽咽着说：“对不起，我早该发现的。”婆婆的手术很成功，但她再也没能站起来。康复训练时，她总拉着我的手掉眼泪。兰兰，妈错了，我给她擦去泪水，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当她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展开是泛黄的存折和房产证，我才知道这些年她偷偷攒下的养老钱都藏在针线盒最底层。存折上最后的备注写着：“给兰兰，她照顾我太不容易。”那一刻，我趴在床边哭得像个孩子。宋文斌夫妻因虐待老人和诈骗被起诉，他们名下的房产、车子都被查封。庭审那天，王丽云在被告席上还想狡辩，直到我把10年间的记账本、聊天记录、医院诊断书一一呈交。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我每天5点起床熬的粥，记录着暴雨天背婆婆去医院的脚印，记录着她每一次无理取闹后的失眠。当法官当庭宣判时，王丽云崩溃的尖叫回荡在法庭，而我握着婆婆的手，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正在慢慢回升。宋伟龙主动提出卖掉婚房，补齐了婆婆的医药费。签字那天，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这些年辛苦你了。我没说话，转身望向窗外，阳光正好，楼下的玉兰开得正盛。10年了，我终于不用再困在那个小小的厨房，不用再对着镜子数新添的白发。我们搬进了老旧小区的2居室，虽然狭小，但推开窗就能看见菜市场热闹的烟火气。后来我找了份工作，在社区服务中心帮忙处理老年人事务，每天和不同的老人打交道，听他们讲年轻时的故事，给他们读报纸、办活动。有次帮独居的李奶奶申请廉租房，她拉着我的手说：“丫头，你比我亲闺女还上心。”这话让我想起10年前的自己，原来真心从来不会被辜负，只是有时候需要换个方向寻找。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心理学课程，想帮助更多像婆婆这样的老人。宋伟龙开始学着做家务，周末会带着婆婆去公园散步。他笨拙地系着围裙炒菜，把盐当成糖放，把醋当成酱油倒，却固执的要为我做顿晚饭。有次他端上一盘焦黑的红烧肉，忐忑地说：“味道可能不好，但保证没放洗衣粉。”我看着他鼻尖的油渍，突然笑出了眼泪。原来幸福可以这么简单。他还偷偷报了烹饪班，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我的口味喜好。婆婆的身体渐渐好转，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
但精神好了很多。他总爱拉着我聊小时候的事，说起宋伟龙第一次叫妈妈时，眼里闪着光。有时他会突然安静下来，轻轻握住我的手，兰兰，要是早点明白就好了。我拍拍他的手，给他盖上毛毯。床头柜上那张被王丽云撕碎又被我粘好的全家福，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他开始教我织毛衣，说要给未来的孙子准备小衣服。在整理旧物时，我翻出了10年前的日记本，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写满了委屈和不甘。我一页页的翻看，在最后一页写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让我更强大。合上本子时，窗外传来宋伟龙的喊声：开饭啦！今天学做了糖醋排骨。我笑着起身，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温暖而明亮。餐桌上，他特意摆了我最爱的栀子花，花瓣落在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某个周末，我带着婆婆去老年大学旁听书法课，她坐在轮椅上，看我悬腕写下向阳而生4个大字，突然指着墙上的展览区：兰兰，那幅画好像你小时候画的。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泛黄的宣纸上，歪歪扭扭的向日葵向着太阳绽放。原来有些种子，即使落在荆棘丛中，也会努力开出花来。下课后，婆婆骄傲地向其他老人介绍：这是我儿媳妇，最能干的。亲戚们渐渐知道了真相，那些曾经指责我的声音变成了夸赞。但我不再在意这些，就像不再在意王丽云母亲在超市的道歉。真正的释怀，不是原谅伤害过你的人，而是不再让过去的阴影影响现在的生活。当宋伟龙在婆婆80大寿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戴上那枚素圈戒指时，我终于明白，迟到的春天也是春天。他说，往后余生，换我来守护你。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我和宋伟龙会在清晨牵着手去菜市场，看他为了几毛钱和摊主讨价还价；会在傍晚推着婆婆去河边散步，听他讲年轻时的爱情故事；会在深夜窝在沙发上追剧，分享最后一块巧克力。那些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都变成了记忆里最珍贵的宝藏。我们还养了一只流浪猫，婆婆给它起名叫向阳。有天深夜，我被婆婆的咳嗽声惊醒，冲进她房间时，发现她正对着窗户发呆，月光洒在她脸上，我这才惊觉她又瘦了许多。兰兰，妈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却坚定：别难过，你让我这辈子过得像个人了。我拼命摇头，眼泪滴在她手背上。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话，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婆婆走得很安详，怀里还抱着她织了一半的婴儿毛衣。整理遗物时，我发现她写的一封信，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对我的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她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向日葵，和老年大学墙上的那幅画一模一样。宋伟龙抱着我，我们哭作一团，但这次的眼泪不再是委屈，而是对过往的释然。宋伟龙的烹饪技术越来越好，甚至开了一家小餐馆，招牌菜就是他最拿手的糖醋排骨。每当看到客人吃得满足，他都会骄傲地说，这是我媳妇教我的。窗外的玉兰又开了，洁白的花瓣落在轮椅扶手上。我拿起画笔，把这一幕永远定格在画纸上。